多几多是何事？纷纷扰扰是是非。多几多是何事？纷纷扰扰是是非。英雄无末路，神剑斩万难，洒热血少年郎，公子美名光。江山如烟，前路急，拒绝一马，云川桃山渡，归梅岸，羚羊山浑水寒，助我尘，身飞天龙影响这阵云端。射箭天红踏孤独，飞雨多少日落光华不曾见。举杯之地推杯战，血相融，人落根深，江湖传。抓大药，所谓的抓大药，就是把神王当成活药抓去炼丹。我等都已度过3劫9难，只要不被人杀死，就享有无尽寿命。大纪元动乱前是最后的机会，成则永生，败则寂灭。吕阳，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也不想辛辛苦苦修炼到至强神王，结果一朝尽毁，被人炼成丹药吧？只要你答应合作，我们会用毕生所学指引你，助你在天界迅速崛起。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能成为至高神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自己努力，只是耗时长久。当大纪元动乱一到，你一个人可抗衡不了那些界外强者。听镇元剑神说，最强神王修炼至巅峰，将拥有6星实力，而他们，不知各位神王有几星实力？9星。我很好奇，那些界外强者究竟强大到什么地步，居然能将你们这些9星神王镇压？倘若他们真的恐怖无私，我即便学了你们的武道传承，也于事无补。小子，你看不起我们？并非看不起，只是你们被镇压于此多年，都毫无办法。我就算和你们一样厉害，照样改变不了结果，又有何意义？我们虽被镇压在这儿，但对武道的感悟依旧在精进，绝非当初可比。如果还是自由之身，早就冲破极限，踏入10星之境了。还有10星神王，10星是超越9星神王的力量，那些域外强者就是10星，叫什么混元主宰。不错，我等经过漫长岁月，共同领悟出一套堪比10星的绝世武道。只要你答应合作，将来必会达到10星实力。到那时，定能瓦解界外强者的阴谋。你们想怎么合作？吕阳，自从你被桃神选中，我们就开始注意你了。无论资质还是心性，你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，剑道潜力极大，未来成就不在我等之下。而且你的乾坤剑道包罗万象，只要将我等剑道作为参考，定能用最快的速度在天界崛起。待你修炼有成，能破开位于9天界以及修罗渊的10大封印，必须放我等出来，与你一同抵御界外强敌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免遭他人活计，平安度过大动乱。好，我答应合作。不过，既然要合作，你们也该让我清楚你们的身份。本座星木，桃神剑之主。本座金红，天虹剑之主。本座黑土，镇月剑之主。本座后水，水寒剑之主。本座天火，星火剑之主。本座暗雨，暗灵剑之主。本座息光，凝光剑之主。本座乘风，除风剑之主。本座雷闪，雷击剑之主。本座血礼，血煞剑之主。他们自报家门的顺序，
应是按长幼排列，星木最长，血离最小。可惜，无论存活多久，变得多强，还是被镇压于此，暗无天日。如果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偌大的囚笼，那么我和我的家人绝不能成为笼中鸟，必须打破它。各位前辈放心，吕阳定不负所望，将你们解救出来，共同打破囚笼。你能有这样的觉悟很好，只要解开封印，我等恢复自由之身，便能组成十方无极剑阵，哪怕是界外的10星强者，亦可斩之。十方无极剑阵，不错。自从血离也被镇压于此，我们研究了数万年才创出的终极剑道，名曰十方阵图。其中最强剑阵便是十方无极剑阵。可惜我等力量受到压制，发挥不出剑阵威力，只能借助神剑之力，勉强将封印撕开一道缺口，将10大神剑相继送至剑域大陆，培养出1位位剑神，让他们先去天界做准备，然后等待真正能破局的天命之人出现。吕阳，你的资质、天赋、气运、心智、毅力都属顶尖，正是天命之人。等你去了天界，那些从剑域大陆飞升天界的剑人，都将成为你的助力。严格来说，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子，会为你护道。血煞老祖是你的弟子？你是说钱罗？在本座面前，他可当不起老祖的称呼。他差点将整个剑域大陆都屠戮殆尽，不知造了多少杀孽。哼，杀就杀了，与我何干？钱罗是受了血渊之主和煞渊之主的蛊惑，真正的血煞剑道无需吸收炼化武者之血。钱罗的做法背离剑道之心，才会败在资质低于自己的方振海手中。直接吸收其他武者修炼出的能量，不管是血气修为还是精神能量，都会影响将来的神孽次数。吕阳，这一点你必须记住，强夺他人武道是邪路子，难成大器。血渊之主、煞渊之主，他们和魔渊之主可有关系？他们来自其他各渊，都曾问鼎天界，也是我等的手下败将。多个纪元以来，每个纪元的最强神王皆出自剑域大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是很奇怪，你们知道原因？就算是巧合，也不可能做到这么多次。我怀疑玉渊中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，或许是真正通天的剑道宝物，也或许是别的东西。等你解开封印，我们可以一同探索。相信背后的秘密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宝物？他们跟我说这些，难不成是怕我临时反悔，拿宝物做诱饵？星木剑主放心，只要你们所言属实，我定会兑现承诺，解开封印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十方阵图传给你。你若能领悟，可凭一人之力施展多人合击的剑阵，修炼到极致，练成十方无极剑阵，就能斩杀界外强者。